我在他那个时候的话，是常玉最真挚的表白。对，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让你们也觉得很心动的台词对白呢？我想想我的哈，前几天拍的一场祠堂的戏，我父母不是去世了吗？我拉着常玉在我父母的牌位之前，跟我父母说：“此女子是吾终身之妻，誓不相负，永不悔改。”比较郑重的一场戏。我觉得他这场戏是挺打动人的。当下的常玉也非常非常感动。对对对对，因为有个前情，那场戏之前，我在舅舅面前就挨了舅舅108鞭，就所谓的断绝亲子关系了，就马上拉着他在我爸妈面前表白。剧中谢征也因为常玉吃过醋，面临情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好吧，我吃谁的醋李怀安吗？让他走就行了。那小田觉得呢？他就是这个态度。对啊，那常玉是知道他在吃醋吗？我不知道，在前期会比较多，因为侯爷呢也是一个非常不苟言笑、不喜形于色、表现不太出来的那样一个人。我下午采人考的时候，我问他了这个问题，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怎么说？他说我不觉得李怀安是情敌啊，李怀安是为了接近谢征才接近常玉的。他说他在利用你，他是这么理解的。哦，他走这个方向。行吧。在和对手演员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在意的点是什么？最在意的点就是两个人能戏搭到一块儿去吧，这是最重要的，能够沟通，能够去共同努力。一样。那这一次拍摄逐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对方有没有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意外之喜呢？当然，小田是非常会跟我去在戏前去沟通这下要怎么去拍的人。对对。但是我们印象中最深的是什么呢？是导演。导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他有时候一些想法会跳到我们俩之间之外，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灵感。基本上可能99%的时候都可能会觉得试图去大家一起去往导演那个地方，但是有时候我们两个就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别的，然后就会跟对方说要不要我们配合再试一下别的感觉，然后再演给导演看。想问小田，在演绎逐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有被这个世界里的大家所感动？其实有个事情还蛮深刻的，因为我们的剧本并不是按照顺序拍摄嘛，有一场是拍到战后我的一个小伙伴，但是我不能说是谁，然后他去世了。是我们可爱的小九高星辰饰演的满地，对吧？你怎么把你的声音切掉？好的。他去世了之后，他在我心里面就已经死在那一天了。但是过了2天之后，他又笑意盈盈的向我招手，向我跑来。那个时候就非常想哭，就觉得有失而复得的感觉。想问林鹤，演谢征带给你的很大的欣喜是什么？哎，千算万算没算到又戴上头套了。对，我说了2年的逃离横店，逃了1年不到就又回来了，这是当时的 OS。我会觉得非常开心能演一个将军，因为男孩子嘛，可能就反正这种怎么说呢，当武士的感觉，我拿起刀去打仗，骑在马上打仗，我会挺喜欢这样的感觉的。请林鹤用相关的话术帮助常玉一起卖出10斤卤肉。卖出10斤卤肉。自从我吃了这个卤肉之后，腰不酸，背不疼，也不失眠，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大家可以过来试一试。如果说逐玉剧组举行厨艺争霸赛，谁会是冠军呢？厨艺争霸赛，他呀，我，对，因为2位都是线下爱人，这段时间在横店出装的时候，那你们最想说孩子回家吧的瞬间是什么？比如说前2天小田的那个想当微微的小娇妻哦，就是想当微微的小娇妻。但是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他们特好玩。那他比我厉害多了，他没我挨吧？应该没有，我挺挨的，我挺挨的。我比如说咱早上出装这么多人在我面前，我一句话都不敢说。但是他们特有意思，他们就贴脸，太好玩了。他们，我又想逃，又觉得很好笑。我想逃，但逃不掉。我看他们在评论里面说，小田明明憋了前10秒，但最后2秒破功了。真的是合力夺宝。真金还是假金啊？假金我们不夹，只夹真金。我们2个人一起挑战好不好？给你们1分半的时间，夹出来5个就赢了。行啊，2个人加起来5个。那你们是想 PK 还是想一起？来 PK 吧。在1分钟的时间内进行 PK， 夹取多的一方获胜。好，先放着了。这个大的是不能夹的吗？可以夹呀。大的算2个还是算5个？大越大的好夹，大的就是正常。行，那你们来制定规则，你们想大的多记1分也可以，大的2分，小的1分，1分钟内比谁夹得多。好，来吧。来，3、2、1，开始。好了，你们分别来数一下：6、8、10、12、14、16、17、20，我正好20个啊，正好20。小田有多少个？17个。林鹤多少个？20。那小田接受惩罚。还有惩罚？惩罚是我们准备了一个手贱的道具，你可以即兴发挥动作。这是奖励，朋友们。没事，你随便发挥，后期让网友给你配音乐。好呀。哎呦，还有这技能呢。
行了吧？可以，林鹤会吗？不是啊，我赢了，我不会。还原可爱表情包。我看这啥？无语是吗？尴尬啊！下一个，他这样弄这个头发，弄这个刘海，耍快，耍帅是吧？耍快，这个就是装酷。迷离的眼神。林鹤还原小田的这个。好来。怎么样？下一个，这是小田的招牌动作，你要不要教他一下？什么呀？啊，敬礼啊。OK。那你这要反手啊？反手。是这样吗？哦，这我也有好多这种表情包。哦。OK。这啥呀？哦，一个陈皮糖 ，Thank you。会说话吗？可以摁一下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人都来参加审计亮了！全世界最可爱的人都来参加审计亮了！哦，好可爱啊！长得帅的人都来做客审计亮了！全世界最可爱的人都来参加审计亮了！然后这个是，审计亮了的朋友们，这是我自己的。哦。那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你们最真挚的祝福呀？可以啊，可以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快来看神剧亮了，这里有最帅的人和最可爱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小田曦薇，欢迎打开爱奇艺神剧亮了，希望大家在这一年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心。爱奇艺。第一次有女孩子能背得动我，毫不费力。田曦薇今天又背什么？每天背，每天在扛。我们现场真打雪仗，发带会自动追踪，通过那个窗户飘到我的床前来。我都想他为什么这么有经验。口嫌体直。天哪！天哪，这咋这能讲吗？Hello， 大家好，腾讯视频出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凌赫。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田曦薇。首先，请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对方饰演的角色吧。这位呢是落难的侯爷谢征，也是严正。这位呢是救我一命的女将军樊长玉。剧中我看介绍就是说谢征在父母墓碑前领了家法108鞭嘛，那个是很重要的一场戏，现在有拍到吗？拍完了。拍完了。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很受伤，对，因为挨了108鞭伤，全是伤。我跟我舅舅也是刚刚断绝关系，然后就跟他表白了。通过我的受伤，然后表达了我对他的真情。樊长玉是不是也通过那场戏被融化了？其实也不光是那场戏，其实在前面就已经奠定了很深厚的感情基础。你们觉得是从哪里他们的感情开始递进了？我觉得是发现他在为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这2天拍这个戏，因为这2天我们在拍一家人在过春节，春节之后我就要离开了。以些人角度来说，我是离开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女孩子在我心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了，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已经爱上她了。我看路透这几天过年的这种气氛也非常的幸福美满的感觉。对，包括前几天我看到还有一些打雪仗啊那种的气氛。那一块都是剧里过年的戏。没错，也是这一坨，我们现场真打雪仗。那你们觉得他们互相给对方做过最感动或者说给过的礼物信物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前期谢征有非常酥的点，就是可能会给常玉送个小礼物，但是他不说是他送的，他会悄悄的去把常玉当掉的簪子给他赎回来，非常多这种小小的心思，就会觉得还蛮暖的。就是我说的口嫌体直，他是这么一个人。樊长玉他也送了我一样那个发带，然后那个发带特别神奇的是，发带会自动追踪，还有这种功能，它可以通过那个窗户飘到我的床前来。导演的一个设计，一个小设计，这也算他送我的，也是我们定情信物。还有一个是谢征亲手给樊长玉做的一个活儿。刚说到这个发带飘过来之后是有一个怎样的呈现呢？我们俩都不知道对方在军营里边，但是他的发带正好通过那个缝隙飘到了我的床前。去找发带的时候，正好就发现了我在哪儿。那你们觉得他们最喜欢对方身上什么点？樊长玉身上最开始吸引我的点是他的善良和朴实，他有自己的一些想往上走，想去把自己的家业给扩大的远大志向。
他也非常有正义感在身上，他种种特质其实是非常吸引谢征的。常玉对于谢征起初心动的点，可能就是发现他即使一身伤，还奋不顾身的去保护常玉觉得重要的东西，切身的体会常玉心中所想、心中所爱，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男子汉，其实是那种互相支撑的往前走的感觉。之前有一段路透，就是小田背林鹤跑的那个非常出圈，林鹤被小田背着跑，什么感受呢？第一次有女孩子能背得动我，是实话，她力气真的很大。我一开始以为她背不动我，但是她不仅把我背动了，还可以背着我小跑，毫不费力。大家说小田不愧是练过的，网友给你们创作了很多，就是说背着林鹤跑，举重妖精田曦薇，回应一下网友的创作吧。还蛮有意思，蛮有意思啊，这个能联想到这么多，脑洞大开。你们有刷到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这种路透吗？我最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前2天拍的他捡我那场戏，虽然说每天都是这么脏，但是那场戏还是比较出乎意料，能脏成这样。我刷到的有意思就是说，哎，田曦薇今天又背什么？每天背，每天在扛。以前大家看剧说路边的男人不要随便捡，会很危险嘛。张哥觉得说捡到谢征会怎么样的？我觉得捡到谢征，他来说吧，这应该是捡到谢征，家里面就多了一个。是祸又是福吧。他在常玉心里面是有很多种身份的，是最好的朋友，是很知心的爱人，也是非常暖心的家人，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我们情感的递进其实有关于2个人身世有交错之后，我们情感也会发生变化。你们觉得这些不同阶段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108鞭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节点，还有一个是发带飘进来，他来找我之后发现了我的身份是武安侯，我们情感也会发生一次转变。在感情中，其实谢征是比较被动，然后樊常玉更主动嘛。就比如说经常说那句"我杀猪养你啊"，其实这句台词当时常玉的心情会比较感动和坚定的，因为他做了一些帮助我的事情，让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感觉以往这种剧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独特的情话。你们在拍的时候说出来这句话什么感受呢？听到这句话还不错。第一次听到会觉得很惊讶，杀猪养我，杀猪怎么养我？但是结合当时的情境，一听又很感动，是因为这女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她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说明把我看得很重，让我感受到这女孩子的真诚。大家都说感觉他们的爱有一种强制爱的感觉，你们在拍的过程中觉得有没有哪些桥段或者情节很强制爱呢？强制爱吗？导演真的很喜欢拍这些，导演确实是喜欢。有没有哪些戏份可以展开讲讲的？就前2天那个吧，有几个桥段还真的在雪地里把我挖出来那个地方，是那个场景拍的，2个人互相嘴硬，不袒露自己的心声。他要走了，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强制爱了。对，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吗？导演特别喜欢让我受伤，对，美强惨，多加点伤，给我多加点血，脸上不够脏什么的。曾导其实对浪漫戏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嘛。导演特别喜欢下雪，对于氛围感的制造会比较严谨一些，他就会觉得首先画面会好看，然后渲染一下2个人暧昧的氛围。其实他还有蛮多以物传情的那种小细节的设计。是的。比如说导戏的时候会给你们一些动作的指导吗？会，当然会。很多名场面就是雪地里被埋在里边，包括一些就刚说的强制爱的一些动作，其实也是导演指导我们的。强制爱有没有什么动作可以给大家先透露的？天哪，这个咋这能讲吗？就是导演会具体到怎么亲啊，你什么时候上手啊？他恨不得自己来，非常有经验。我都想他为什么这么有经验。那有提问导演吗？有啊。导演怎么说？一提导演会害羞，不可说。对，导演会害羞。你们觉得谢征和樊常玉陷入恋爱前是怎么样，然后陷入恋爱后又是怎么样呢？我觉得陷入恋爱前是疯狂试探，陷入恋爱后可能就大张旗鼓。谢征陷入恋爱前冷血无情，陷入恋爱后柔情似水。说完不好意思了，找不到合适词，反正就是前后其实有被感化的，更加有人情，更加柔软。小莲刚刚说的就是大张旗鼓啊，这些展开说说它是什么行为？
可能会在村子里面，然后就觉得我家夫婿很怎么夸夸，到后面就是大家会进入到这种夸夸模式了，是吗？后面就不夸了，打仗去了。打仗去了。对，后面我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那前面夸夸都是怎么夸呢？对比着夸，采宋燕，捧谢者。那谢珍有没有被夸成翘嘴？谢珍跟他一起采宋叶。剧中谢珍最吃樊长玉的什么主动示爱方式呢？醉酒后的那些，那句话说不了。醉酒后的示爱吧。樊长玉比较可爱，平时清醒着不好意思说，但他